嗨，朋友你好，我是乌鸦三语。都说中国人迷恋皇权，这个皇权呢是帝王的那个皇权啊，可不是黄泉路那个皇权。有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说如果在美国把一个城市完全交给一群中国人的话，那么他们会把这个城市变成一个帝国，并且在最后选出一个皇帝来。在今天的这期节目里边，乌鸦三语要和大家分享这么一个观点，他是说如果一个皇帝非常自负的话，这个皇帝觉得呢自己就是一个明君，从小给自己套上的人设呢就是我要万古流芳，我要做在历史上呢前无来者的一个贤明的君王。但凡是有这种思想的皇帝出现，那么老百姓的日子呢通常都不好过。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类型的皇帝他容易去折腾啊。即便说这个皇帝呢，他真是有点本事，他呢真的是非常勤勉，他呢是一刻都不停的为国为民来操心。但是呢，皇帝他也就是一个凡人，凡人在做决定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出错。权力越大，权力越集中，那么他犯错误所造成的后果呢，他的影响范围也越大。无论说是发动战争，还是大兴土木，亦或是一些重大的政策变革，这个呢就是这些所谓的明君出现的时候，他们呢总是想干一番丰功伟业，想干一番大事情。推动他这么干的呢就是那个虚名，因为他想让自己的名字被历史铭记。但是我们都知道，想象和实际它是有区别的。这是卖家秀，这是买家秀。当这些一心想要干大事的皇帝，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一旦发生问题的话，那么买单的全都是老百姓，老百姓呢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好，那么现在有相反的例证，如果说现在呢出现了一个不理朝政的昏君，他每天呢就是沉溺于酒色之中，要不然呢就是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就比如说明朝的那个木匠皇帝朱由校，他们呢就是不理朝政，他们也不在乎自己要不要当一个明君，也不在乎后世的人怎么看自己，他们呢活得非常自我，非常的洒脱，就是我爱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反正呢我只要不干太出格的事情，不至于让自己的国家崩溃掉，那么你们就别来管我。他们呢就是这种充满了艺术家气息的这种性格。好，就是这类型的不理朝政的皇帝，他们把自己的大权呢往大臣的手上完全一分一摊派，对这些大臣们说啊，你们就按规矩该怎么办怎么办，平时没有大事情绝对不要来吵老子，吵着老子老子就杀你们的头。一旦有这种皇帝出现的时候，老百姓的日子通常是最好过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这是因为啊，误打误撞的皇帝呢把自己的权力交出去了。本来是一个人治的朝代，误打误撞它就变成法治了。大家换位思考一下，这些办事的这些大臣们，他们就在想，这他妈又不是我家的江山，我就是一个打工仔嘛。你皇帝天天贪图酒色，把这些公务事情呢全部丢到我们身上，你要说我干好了，这是我分内的事情，我要干错了呢，那是要杀头的。那既然说这个江山也不是我家的嘛，那么我凭什么要冒着那种杀头的风险给你大刀阔斧的去干呢？我只要维持一种不出错的工作态度就好了嘛。哎，大家看到了官僚这一层呢，也是误打误撞的就让社会松绑了，他们不再管这个社会了，误打误撞的让自己变成一个小政府了。于是呢，老百姓的思想得以自由，自己的创造力得以发挥，那么是不是文化、商业、经济一切事情它就复苏了嘛？并且呢，不用受到皇帝三天两头一下修运河一下修长城这种骚扰，三天两头的呢要去开疆扩土，四处的出兵打仗，那么人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时间来安居乐业，来真正的为自己的生活，自己这个小家的生活来努力。好，前面我们说的这个不理朝政的这种皇帝呢，首先他不应该是个暴君啊，不是说呢他在酒池肉林里边玩够了呢又要出来猛杀人的那种皇帝，这个不行，就是非常单纯的厌恶当皇帝这个职业，就是要遇到这种皇帝，人民就有好日子过。中国人对于权力的迷恋，他可不仅限于说是权力的拥有者，就算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同样也在迷恋皇权，但是呢他并不是说他要去争权夺利，他要去夺得天下，夺这个皇位，他想要的是老天爷或者说是菩萨佛祖赐给他一个好皇帝，赐一个明君给他。都看看这当官的叫老百姓逼成啥样了，一个饭都吃不上了，逼的都没饭吃了，没活路了，都看看哈。这样一来呢，他的生活就能得到改善，他呢就能看得到希望。
对于说中国人的身上集体性的出现了这样的特征，那么就有很多阴谋论者，他们就提出了这样的论点，说是在蒙古人上千年的统治之下，这些含有反抗基因的人种呢，它已经被淘汰了，因为他们无法在这种残酷的统治环境之下呢继续繁衍下去嘛。对于这种观点啊，那乌鸦三影自然是不相信嘛，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汉族，我就是个汉人，要说没有反抗基因的话，那我天天来做这种反控节目有什么意义呢？我去做舔共节目啊，那大不了就做个岁月静好嘛，对不对？所以就说呢，这种论点它至少在我身上呢就能找到漏洞，更何况呢，古代这些帝王的统治手段呢，他们也是比较粗犷的，他完全做不到今天共产党的这样的精细化，用各种各样的监控手段以及大数据呢，最后汇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社会治理工程，这个呢才是全方位无死角的一种监控。所以呢，古代这些帝王他们在进行统治的时候呢，他们手段是非常拙劣，并且它是粗犷的，他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精细的，他甚至连人民的舆论都管不了。正因为如此呢，才会留下很多骂当时皇帝、骂当时皇权的这样一些儿歌，甚至呢，早在尧舜禹时期的这些儿歌都能流传到今天。大家想，如果说有一些骂共产党的儿歌，它会有任何机会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进行流传吗？大家想，如果说有一些骂共产党的儿歌，它会有任何机会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进行流传吗？它没有机会，对不对？写儿歌的人呢，共产党可以通过很多技术手段去锁定他，最后呢，用寻衅滋事或者是分裂国家罪把他关进监狱以后呢，让这样写儿歌的人呢就没有机会再写第二首出来。所以就说嘛，在古代他连这一步都做不到，那么这些蒙古人他们又如何来对汉人进行基因筛选呢？由此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说法呢，它本来就是漏洞百出嘛。在乌鸦三语看来呢，这就是一个非汉族人在今天受到了共产党的打压之后，然后呢，他把这种愤恨呢全部发泄到了整个汉民族的头上，并且呢去缅怀自己民族的那个所谓的光辉时刻。乌鸦三语就想说啊，冤有头债有主，这是共产党做的恶，你要骂的话，你得去骂共产党，你不能来骂整个汉民族嘛，对不对？我们都是受害者呀，我们应该要联合起来一起去骂共产党才对。其次呢，我们现在呢是生活在21世纪2021年，这些奴役啊、统治啊、控制啊，这些东西都不是好事情啊。如果说谁要用这些东西来找回自己的民族骄傲，那只能说明这样的人他辱没了他自己的那个民族，他把自己的层次放得太低。因为奴役、控制、统治这种东西啊，它本来就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动物本能。我们是人类，我们要去开拓宇宙，星辰大海都在等着我们。如果说这些人的脑子里边天天只是放着这些糟粕的话，那么他们必然的也将在我们人类之后的这种时代里边被基因淘汰掉。好，前面呢这个说的稍微有点偏啊，因为我曾经在 YouTube 上面看过一些节目，这些播主他们提出了这些非常偏颇的观点，这呢就让我非常的不爽。好，非常抱歉啊，今天的是也是开局跑题。前面我们说了，中国人对于皇权的迷恋，这个事情可不仅限于权力的潜在争夺者，它同样存在于老百姓的心里边。人民盼望出现明君，从而呢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这种想法居然到了今天21世纪还广泛的存在于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之中。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正常国家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每一个国家呢都经历了1战、2战，都经历了自己的独立战争。每一个国家呢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才把这个皇权给推翻掉，把这个在自己脑门子上的特权阶级把他们请下神坛。这里呢肯定有朋友想跳起来说，乌鸦三语呢，那些君主立宪国家难道你无视他们吗？请你坐下，像你这种吹毛求疵的性格很容易被打的，你知不知道？像君主立宪的这些国家，他们的特权已经不存在了，尽管说他们还顶着一个皇帝的头衔，但是这种头衔啊，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他的工作，这份工作呢也是由政府给他发工资的，并且呢他的招聘条件有些苛刻，就一定要他们皇家这一脉的纯正血统的人才可以去应聘这份工作。这样的一份工作，它其实上和迪士尼乐园里边扮演皇帝角色的那个演员，它其实上呢区别并不大，或者说和扮演噗噗熊的那个演员，他的区别也并不大。扮演维尼熊的员工被小孩冲过来拳打肚子，小朋友被及时制止。只不过单纯不过的事件，却有中国大陆媒体把小熊维尼被小孩打换个说法成了噗噗熊被打。
他们呢都是符号而已，并且呢就从收入层面来说，绝大部分国家的这些皇帝啊，他的收入绝对没有一线明星的收入高。所以就说在当今我们这个世界之上，对于皇权对于特权，那是所有的国家都在排斥的一个东西。在全球这样的大趋势之下，中国呢显然就成为一个逆流者。万岁！习近平主张修改宪法，并且呢把任期制度取消，开始利用手上所控制的所有媒体呢进行个人崇拜的宣传，俨然就是一副要登基成为21世纪皇帝的一副派头。当然了，乌鸦三爷呢也经常调侃习近平，包括我的上期节目呢，我的封面图片做的就是习近平呢穿着一个黄袍。但是呢，乌鸦三爷觉得呢，这只是调侃而已。习近平真的会变成皇帝吗？乌鸦三爷觉得呢，这个也倒不可能。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可以做一些曾经皇帝才能做的事情，就比如说好大喜功、自负，想要做一些天大的事情，想要万世流芳。就比如说大撒币1000美元在非洲打水漂，再比如说呢，雄安新区花了1万亿人民币准备建一个第2首都，并且呢里边还有一个雄安大学、清华、北大、复旦等等的这些7、8所最好的高校一起出人出力，用这样简单粗暴的叠加起来的方式，妄图来打造中国最好的大学。其次呢，搞亚投行又是1000亿美元往里边砸进去，试图呢用这样的事情来撬动美元的地位，那么就更别提一带一路了。4万亿美元搞进去以后呢，前途未卜，并且呢用战狼外交来转变中国在整个国际社会之中的形象，用强力的手段来对香港进行中国化，完全的摧毁了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为了做出弥补呢，又规划出来了海南自贸港、上海自贸港，试图用这些地方呢来做香港的备份。然而这些巨大的投资投入以后啊，这些地方呢都是一些空港，并且呢放出狠话，不惜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和台湾之间的问题。万岁！同时呢，把中美关系呢也放到了次要的地位上，认为自己说呢，我关起门来搞内循环嘛，我跟你美国就算断交了也没关系，我还有欧洲。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啊，欧洲贸易协定呢也算是歇菜了。综合上面的这些所有现象呢，就是乌鸦三语所说的，虽然说习近平呢他不是一个实质上的皇帝，但是他的内心渴望去做一个旷世明君，他希望把中国，甚至是他嘴里边的所谓的中华民族，把它引领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上面去。在这一点上呢，乌鸦三语呢从来不怀疑习近平有这样的全权之心，但是他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呢？中国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呢？乌鸦三语觉得都没有。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啊，当我们回看我们小时候做过的一些幼稚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就能总结出来那些事情呢，它会有这么几个共同点。就比如说这些事情呢，通常都是一时兴起，它欠缺考虑，在自己非常冲动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决定。这种事情呢，你没有办法持续的进行下去。当你那个热度过去，当你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以后，那么这些匆忙计划出来的事情立刻就会被你放弃掉。就比如说你雄心勃勃的想要背完新概念英语的4册，5月1号的话就把前20节背完，然后的话5月1号到7月1号把后20节背完，到10月1号总共的。结果呢，第1册可能10篇课文都背不完，你就永久的把它放弃掉。如果说你是一个自认为自己已经比较成熟的人，让你用一句话去描述不成熟的人做事情，你会怎么描述？那是不是毛毛躁躁，变来变去，一会儿一个想法？这种事情如果说把它对应到前边我所说的习近平正在做的这些所谓大事情的时候，那么他绝大部分都能对得上。所以呢，乌鸦三语给习近平所做的这些所谓开天辟地的大事情呢，可以都贴上一些标签，就是幼稚，它不成熟，它没有可持续性。我来打个比方，把前边这些所谓的国家大事把它缩小化，把它放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再回来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有一对夫妇有一天呢出去逛街，闲着没事情呢就去到了一个楼盘的售楼部，也就是凑热闹的看了一眼这个高档小区，哇，这绿化又好，面积又大。回家以后大腿一拍，立刻决定把现在住的老房子把它卖掉。人生在世就得做一些事情来逼迫自己去拼搏一把。于是呢，他们就背上了几百万的债务，从此就住进了这个高档的社区之中，每天小心翼翼的起早贪黑的去认真工作。这时候的他们呢，变得异常的脆弱，哪怕是很小的工作上面的失误，导致收入上面几百块钱的变动，这都将导致他们这个月的房贷还不出来。那么大家想，他每天住在这样不属于他们的这种高档社区里边，他们的生活过得会快乐吗？他们每天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整个人过得都是紧绷绷的，随便遇到一点小事情都可能争吵起来。那夫妻感情是不是就要出问题？甚至自己要把这种坏情绪把它发到自己的孩子头上，那么这个家庭分崩离析，这2口子要离婚，这就是时间问题。习近平现在正在干的事情呢，就等同于我前面所说的在家里边频繁的进行这种巨大的变动。那么大家说他以悲剧收场的几率会有多大？乌鸦三语觉得呢，他的几率是100%。他做这些事情如果说不影响老百姓的生活，那也就罢了，但是呢他又发起了搞个人崇拜这样的运动。
要说呢，搞个人崇拜也没什么嘛，有人想要崇拜你，那是他脑子有问题。但是呢，他搞的却是全民的这种洗脑运动，并且这是强制性的洗脑，洗了大人也就算了，他偏偏呢还不遗余力的让孩子们从小就接受这种洗脑教育。咱们出生在中国，成长在中国，是国家给了咱们生活的基础以及各种资源，可以说呢，无论是咱们的身体还是思想，都是国家塑造的。咱们和国家之间也是有血缘。从小的让这些孩子呢就没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不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像这种行为啊，他说严重些啊，他真的可以断送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洗脑这种事情啊，你要放在毛泽东时期。大革命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虽然说呢他来势汹汹，但是那个时候他的手段很少啊，除了广播电台，除了在墙上贴大字报，除了手上出版的报纸之外，他没有更多的方式了。也就是说啊，当人们脱离这些宣传形式之后，当人们的眼睛和耳朵不再听不再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人们的思想呢还是自由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我听不懂普通话，我听不懂广播总可以吧，我呢祖祖辈辈就不识字，我看不懂报纸也看不懂墙上的大字报标语，那总可以吧。但是到了今天呢，手机已经成为一个人思想的延伸，甚至是你肢体的延伸。这时候呢，共产党全方位的控制手机，控制手机里边的信息。人们呢，甚至在收看自己喜欢的一些娱乐节目的同时，也被悄悄地植入了很多爱国爱党的洗脑信息。共产党想要达到的目的呢，就是让老百姓党国不分，让老百姓呢混淆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府，什么是政党。这样一来呢，它是不是等同于控制你的思想，控制了你的肢体？所以呢，乌鸦三玉曾经也是一个改良派，但是呢，当这些事情真的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让我眼睁睁的看着我的侄女被洗脑的时候，那乌鸦三玉呢是一刻都不能忍啊。那是好几年前，我带着我的侄女去做她的寒假作业，里边呢有一个阅读，就是让他们读课外读物。在他们发的那个课外读物的书里边，有一篇叫做刘胡兰的故事。对于没有在大陆待过的朋友们来说啊，你们肯定不知道刘胡兰是谁。他呢是在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围剿时期，一个还没有成年的地下共产党员。他确有其人，但是呢，他的所有这些所谓英雄事迹呢，都是共产党夸大并且呢杜撰出来的。当时呢，我就和我的侄女一起来读这篇课文。如果说它仅仅是一个杜撰的故事，它仅仅是说一个美化的谎言，那么也就算了，我都不说它。但是呢，这篇课文里边短短的150个字，他提到了20多次，接近30次的死，并且呢非常多次赤裸裸的描述那种即将被剥夺生命的恐惧感。这个呢是小学2年级的课文啊。那么大家想，这种教育它能不出问题吗？给一个8岁的孩子心里边呢就播种下这种仇恨的基因，用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呢一遍一遍的去威胁他们。但是课文的最后呢，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救赎之门，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因为这个刘胡兰呢是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所以呢他死得光荣，死得伟大。大家想，对于死亡进行粉饰，他是谁？只有恐怖分子才会对他的信众来进行这样的极端宣传。乌鸦三玉也是从那一瞬间顿悟，共产党它就是一个披着温和外衣的恐怖组织。刘胡兰挺起胸膛说，要杀要砍由你们，怕死的不是共产党员。他迎着呼呼的北风，踏着烈士的鲜血，走到铡刀跟前，刘胡兰光荣的起身了。到后来我自己仔细琢磨的时候，我就发现啊，这个刘胡兰的课文呢，我小时候我们也学过啊，好像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它影响并不大。但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侄女身上，我就觉得这是一刻都不能忍呢？可能是我这个小侄女呢，她那个时候的确是太可爱了，剪一个樱桃小丸子的那种头发，就是跟卡通片里边那种孩子一模一样的。我就是想到啊，像这种一个小天使般的一个小孩子，他们一去到学校里边呢，就给共产党强迫的洗脑。想想看，等他高中毕业到18岁还有多少年？还没等他来得及出国的时候，他就已经被这个教育体制给坑害掉，就废掉了。所以呢，才有了乌鸦三语这个频道。我的第1期节目呢，就是讲这个事情的。300字的一篇小文章里边提到了6次死，3次提到鲜血直流，6次提到了打死、杀死、铡死、枪毙等等的字眼。大家说一下，300个字的小文章，抛开前面的15次描述暴力、鲜血、死亡等等这些语句，那咱们再看一下还剩下几句正常的话。OK， 这个呢就是乌鸦三语从习近平做的这些所谓开天辟地的大事情背后所看到的一些东西。好，这个跑题跑到压不住啊，这个没办法。如果说哪一天的节目它不跑题呢，就说明我状态不佳。好，咱们呢吹了8分钟的牛逼，非常抱歉啊，现在呢正儿八经的开始这期节目。好，我们呢就一起来翻一下中国这些历朝历代的皇帝里边，是不是真的可以找出几个例子来，不理朝政，但是老百姓的日子却过得比以前更好。
好，如果是太远的那些尧舜禹时期的那些事情呢，咱们就不说了，因为它的年代实在是太久远。咱们就从汉代开始来说起。汉代有一段非常不错的时期，叫做文景之治。他们呢是在距今2200年前，由汉文帝、汉景帝这两个皇帝执政的时期。这个汉文帝呢，他是一个哲学爱好者，他呢是在推崇黄老治术。这个黄老呢，就是皇帝和老子。至于说这个皇帝留下来什么哲学思想呢，咱们还真不知道。但是说起来，这个老子啊，那必然的就是要把道家的这套哲学，把它运用在治国理政方面嘛。那么大家想，道家有什么呢？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来显灵，然后一把纸钱一撒，一张黄符一贴，对不对？如果说你想的是这个，那么只能说明你的香港鬼片看的实在是太多了，给我滚！道家讲的是清静无为，不扰民，让民众自化，从而呢使天下安宁而治。简单一句话来说呢，就是不要折腾老百姓，你就由着天下这些民众，他爱往哪边走就往哪边走。那他实际上呢，就是倡导一个小政府，无为而治。那大家看，小政府文景之治，有了汉文帝、汉景帝这两个皇帝的这个政策之后，那么才攒下了足够的国力，让汉武帝把汉朝推向了顶峰。好，那么既然是顶峰，我们再来看一下汉武帝好大喜功，残暴多疑，穷兵黩武，并且呢连年征战。那你说老百姓他的日子能好过吗？那么必然的是不好过嘛。在这种中央集权国家里边啊，国家越强，人民越弱，他们永远是一个矛盾的对立。作为一个掌权者啊，如果他的脑子里边每天想的都是什么他妈三峡大坝，对吧？西电东输，南水北调，什么西气东送，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甚至呢恬不知耻的说要为整个世界来指明方向。我操，习总书记啊，求放过你，祸害自己的国家就行了，麻烦您不要来祸害我们整个世界好不好？所以就说，当这些人的脑子里边就是动辄就是这些人类历史上呢都有一笔的这种大工程，那你说中共这些历代皇帝们，他能不折腾老百姓吗？老百姓的日子他能好过吗？我们再来看一个魏晋时期的太康之治。在晋武帝的统治之下呢，中国进入了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繁荣归繁荣，但是晋武帝这个人啊，他一点都没有什么野心啊，他也不想着说我要做个什么天大的事情呢，让以后2000年的史书里面呢都来歌颂我的伟大，老子就愿意贪图美色，怎么了？但是他的生活奢靡到什么地步？他用人奶来养猪，就是养上几百个奶妈，让他们呢专门来喂养一头猪，等这头猪长大以后呢，这个皇帝又来吃这头猪的肉。这个呢就如同本期节目我开头所说的那样，当一个皇帝沉迷酒色的时候呢，他就不想上朝了嘛，他的权力被手底下这些大臣所分配，大臣们的想法呢就是只要不犯错就好了。所以呢，对于老百姓来说，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就产生了。除此之外呢，这个晋武帝他也并不是个草包啊，他推出了一系列的扶持农业、帮助商业的一系列的措施。那老百姓口袋里边有粮食了，有钱了，那上的税自然也多了嘛。大家看，这是不是又是一个例证？一个皇帝呢，他无心朝政，天天都是泡在酒池肉林里边，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呢，这并不是坏事。因为人的本性，他并不是说生下来呢，他就天生的要向某一个主义去屈服。因为当一个人诞生的时候，他本来就是自由的，他从来没有义务要去服从一个人，他更没有义务要去服从一种思想。所以呢，在中国的历史上啊，让老百姓、让社会松绑，恰恰呢都是这些贪图美色、成天呢是沉迷于酒池肉林，根本就是无心打理朝政的这些皇帝，由他们创造出来的。这个呢也正说明了为什么到了清朝，整个清朝时期啊都没有出现一个昏君，所有的皇帝都非常的勤勉，并且呢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宫廷斗争、争权夺利、王爷叛变这种事情。特别是像雍正这样的工作狂啊，在位短短13年，58岁就挂掉了。根据史料记载啊，他这一辈子批阅的奏折呢有4万多个，把他平均分到每一天，没有星期天啊，就是全年360天，天天上朝，天天批阅。他每一天要批阅10个奏折。肯定有朋友觉得啊，批奏折嘛，不就是拿个红笔打个勾嘛？谁他妈告诉你批奏折就打个勾啊？那是要写字的，少则上百，多则上千呢。高中作文的要求呢，800到1000字，每天让你写10篇，那么你想想看，这是什么概念？所以呢，雍正呢就是活活的累死的一个皇帝。像明朝时候出来的这些草包皇帝、木匠皇帝，在清朝呢可是一个都没有啊。那么如此强大的一个王朝，它怎么就灭亡了呢？那么不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嘛？这些皇帝都太自负，为了自己能留下一个虚名，由这些虚荣心呢推动着他去做一个好皇帝，于是呢他就不知不觉的开始来折腾老百姓嘛。对于清朝的没落，中共安给清朝的这些罪名上来说呢，就是腐朽的封建王朝被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先进的工业技术所打败的。
这些呢都是共产党的托词，都是他们在吹牛逼。朋友们呢，随便在谷歌上搜索一下，你就知道，在清朝时候，他要枪有枪，要炮有炮，连机关枪都码了一仓库啊。除此之外呢，清朝的铁甲舰你也知道，对吧？德国、英国这些造船厂的最新型号、最大吨位的都被清朝斥重资买了回来了。但是你说它能改变你的国运吗？并且呢，八国联军进来的时候就几千人的部队啊，你想一下，他如何征服一个上亿人的国家？那么就只有一条，就是老百姓的人心已经散掉了嘛。老百姓呢已经梳起了风头，主动的给八国联军带路去了。所以呢，中共在中国教育里边一直所说的这个腐朽的封建王朝，它根本就不成立。有的呢，尽是这些好大喜功，想要自己名垂千史的这种大搞中央集权的这种所谓的好皇帝。我们再来看曾经的这些八国联军，他们即便是到了今天，他们仍然是列强，仍然是世界上的强国。那大家想，这又是为什么呢？那这个呢，也就是他们这延续的200-300年来君主立宪分权，并且呢，人家也没有什么我要为人民服务，我将无我这种崇高的理想。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们呢，除了法律的约束之外，我也就是来领份工资上份班而已嘛。这个呢，才是一个人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像中国共产党一样，把自己臆想成为一群神，并且呢，还选出一个宙斯来，手上呢拥有着宙斯的力量，但是心里边呢，却是住着一个撒旦的思想。这他妈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了。下边呢，给朋友们准备了4段您可能会喜欢的影片，您可以任选其一继续看下去。今天关于一个昏君反倒能创造太平盛世这个论点呢，就和朋友们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看，感谢各位朋友的捧场，谢谢你们，我们下期再见。